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 ARPG 游戏《光明使者》，使用精灵通关下半期。昨天更新的上半期没有看到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回头翻看一下。我算了一下，我通关这款游戏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，所以说分了2期。上了年纪啊，一期1个小时实在是坚持不下来。上半期呢攻略了前2关。本期开始攻略第3关以及第4关。第3关呢，咱们来到了废弃的要塞巴雷诺尔，在门口能够碰到一个老人，这个老人啊，在本章会一直指引咱们，不过到最后呢，会发现他的真面目。我到这里的时候分数是200万。那想要升到9级的话，需要400万分，所以说分数的话，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刚刚那个场景我应该是漏剪了一个。到这个场景呢，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啊，就是用箱子来搭梯子。这算是游戏当中一个比较少见的动作解谜要素了。但需要注意的是呢，咱们现在这条线啊，离上边的墙空间是3格，所以说4个箱子的话呢，你有一个箱子啊需要东西摆放，剩下的箱子呢可以向北边走，这样的话会比较顺利。否则的话呢，有可能最后一个箱子你会扔到自己头上。好的，这样梯子就搭完。这些箱子里除了分数啊，最重要的是几个弓。这些弓箭呢，第1章咱们使用的是普通的弓箭，然后换成了雷。在第2章呢，换成了冰属性。另外游戏当中呢，还有火属性、光属性以及强属性。强属性就是强力的普通攻击，可以算作是普通的物理伤害。这种属性呢，泛用性是最好的。另外，光属性呢，克制最终 BOSS。但是精灵这个角色呢，比较特殊，他的武器只影响他蓄力攻击的属性还有伤害。大家也都看出来了，精灵的主要武器啊是丝袜，影响 TG 的伤害。我在上一个图解谜的时候呢，一个大盾没去捡，化掉了，但其实呢是可以保留的。咱们每次捡箱子之前再把盾捡起来一次，这样可以保证它不化掉。但我觉得有点麻烦，而且我呢拿盾的时候有一点浪，经常呢把盾就给浪没了，所以还是不拿了吧。第3关整张地图呢，其实是有一个目的的。这张地图上一共有3个魔法水晶，现在呢被树枝缠着，算是一个封印的状态，咱们需要把它打开。哎，这次你别想扎到我了，在上一个图呢给了我一下，哎，这个货没有挂。现在咱们是245万分，300万应该还会再升1级，然后就是400万。分数应该是绝对够了。这种史莱姆，平时你想打它的话呢，只能用滑铲。哇，刚刚这一箭射到墙角了。这种45度的斜向的视角，我感觉不是非常适应的。有些时候呢，射敌人就射不准。哦，这下也没射到，又射偏了，还被砍了1斧子。
射不准啊，纯粹是游戏的原因，跟我的年龄没关系啊。这里也有一个隐藏要素。这种小的解谜呢，还是需要背板的。但是非常遗憾的是，用箱子搭梯子这种解谜啊，这个游戏很少。这里看到了第一个水晶，来吧，咱们把它解开。游戏有了一个提示，说都市里的魔力恢复了。实际上呢，主人公一行这里是被利用了。之前那个老人呢，就是邪恶的法师温诺姆变化的，他引导着主人公的一行把这个城市的魔力恢复，他呢就能够复活邪神了。这张图上来就有幽灵啊！放一个大招，咱们的大招还是比较充裕的，现在有7个。这种闪烁的宝箱里边的经验道具都非常多。这个货对我进行滑铲啊！小堆的银币是100块。又有一个盾，但这个盾看起来是木盾，应该不太结实。这里是13524。哎，最后一下没有按到，还踢了一脚。钱没捡就算丢啊！这里咱们负隅顽抗啊！为什么我打他们要靠着墙角呢？因为这种骷髅啊，经常会一个缩地，然后跑到你身后，站着墙角呢。他们缩完之后，还会在你身前。这里我被石头给砸了一下，捡了一个回血道具，没有捡满。精灵的特色啊，就是攻击的距离非常远。咱们距离升级也不远了，280多万了。这里呢，老人又给了一个提示，传说这个魔法都市里边有3枚魔法石，咱们现在已经解封1枚了。听他说话的时候呢，被骷髅打了一拳。好的，第2个也解封了，这样差1个。都解封之后呢，会自动进入 BOSS 战啊。我昨天说第2关的 BOSS 呢，是游戏最简单的 BOSS 了。其实本关的 BOSS 也不难。这张图差不多就能升级。感觉我不只是箭射不准啊，这个腿踢的也不准。不应该啊，我是最擅长玩腿的呀。
哇，这个滑铲的攻击力好弱呀！大家想一下，战士，也就是格斗家的芊芊 A 啊，那个冲撞有多强？判定强，攻击力也高。我这下也没有踢准，又被打了一拳。我这点血啊，什么时候能回满啊？这个跳踢啊，一起伸出2个脚，我不大理解。下来不怕摔吗？这个图咱们去打开上边的石像。哎，这个骷髅没给我经验值道具啊，过分。好，这次肯定升级了。这里边是每个人的武器都有一个。箱子里跟我使用的是一样的，所以说我就再捡一下，拿到了经验值。我们现在8级了。连续2个图，感觉给的分数会非常的多。这里我感觉可以放大招了。我骷髅聚一聚啊！反正最后打 BOSS 的时候呢，这个大招都是没什么用的。9个，又是9个大招。这个图可能是我在游戏里边放大招最多的地图了，放了3个。踢反了。刚刚这2张图真的可以啊，每张图大概是10万的分儿。后边呢，我应该会换弓，换成光属性的。又有盾了，而且是个大盾啊！看一下这次我的盾能坚持多久吧。因为有盾的话呢，就容易浪。这是一把冰弓。第3关的房间是真的多呀。这2个箱子里呢是2把剑啊，跟我关系不大。骑士是用剑的，战士呢用的是一个护腕。好多小骷髅，再来一个大招。都解决了吧？踩这个机关，哎，没踩中，跳2次没跳上去，这种史莱姆离它远一点，不好打。打了之后呢，也没什么奖励。
哦，这里有一个小木盾。行了，我赶紧走吧。我感觉这个盾牌啊，这个图一会儿就浪没了，好像已经使用了3次了吧。再放一个大招。非常可惜，这个游戏如果你是满血状态呢，捡回血道具啊是不加分数的。我记得当年街机上很多的游戏呢，如果你满血再捡到这种回血道具，甚至你没有满血，但是捡到血之后呢，加的血比你掉的多，也会加分的。但这款游戏没有这个设定。这里一个酒杯拿走。感觉这段时间啊，分数涨得比较慢，没有大型的加分的道具出现。332万。如果速通的话呢，像这种情况直接就跑了。但是速通不是咱们童年的玩法，咱们童年玩游戏呢，都是一个币尽可能玩得更久。所以其实这个机台啊，当年的游戏厅老板不是非常喜欢啊，因为大家玩熟之后呢，大部分都能一个币打很远，个把小时。好多骷髅站墙角啊！哎，刚刚那个骷髅没出东西啊，我是跑过来捡东西的。最后这波没给分数道具啊，那我不是白打了吗？墙上的那个机关呢，是一个酸雨的机关。其实可以把它们放出来之前呢，把这个酸雨打开，然后咱们躲得远一点，这样会起到一个辅助输出的效果。闪光的宝箱。这个狗还会突进，搞得我的盾牌已经闪光了呀！367万，我估计打完本关 BOSS 呢，怎么也升级了。这2箭还是射的比较准的。哎，刚刚的骷髅也没爆东西啊，我还以为藏在墙后了呢。这都是第1关的精英怪啊，到这里变成小兵了。我的盾终于坚持到这儿，坚持不下去了，并且呢还被他抡了一锤子。哇，这面小盾我刚捡起来，又被他咬了一口。我感觉通关一次啊，碎在我手里的盾啊，没10个也有8个了。好，这里隐藏，
咱们呢是拆石像的时候先拆左边的，然后采机关呢也先采左边的。这是一把光属性的弓，捡了。也可以不捡，不捡的话呢，就是后面的弓箭的泛用性更好。捡的话呢，就是克制最终 BOSS。但克制的话，最后的效果也就是差几件而已啊。又一个闪光的箱子，那在这儿我感觉能够升级。哇，好多！385，吃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小心这个球。升级了，满级。哦，仔细看我才看出来，这款游戏还是有物理引擎的，不错呀。这个图呢，就是最后一个魔法水晶了。拆完这个呢，就是本关的 BOSS 战。哎，他站在这种石柱的残骸上边也能够打到我呀，刺了我一剑。咱们现在摊分的意义不大了，是吧？但是啊，改不了习惯啊，感觉没捡真的东西就算丢了。好的，已经解封了。解封之后，之前引导咱们的老人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啊！他变身的时候，如果咱们凑上去啊，就会中一招变身魔法，所以说离他远一点。然后这里呢，等着 BOSS 下来。打这个 BOSS 的要点啊，就是 A3 下不要让他倒了，倒了的话呢，就比较难控制了。A3 下是为了保持咱们的输出效率，因为后面呢会出现这种蓝色的骷髅兵，这个骷髅兵是很强力的，算是骷髅兵里边的顶配了吧。好的，这样第3关过关，第3关打了足足有22分钟还多。最后一关魔神之间，在这里呢就是魔神复活的地方。最后一关的流程比较短，基本上呢只有一个需要打杂兵的场景，然后2场 BOSS 战。其他2个场景呢算是补给的场景吧。这2场 BOSS 战还算是比较强力吧。毕竟一个是最终 BOSS， 一个是暗黑骑士的强化形态。我们现在大招在手里也没什么大用，在这儿都放了。把我逼到墙角了，想要壁咚我呀！这2个骷髅挨了2下大招，又挨了一个强力的蓄力都没有挂。好的，第1场 BOSS 战，暗黑骑士，这是一个强化的版本，他多拿了一个盾。剑打掉之后呢，有一个离手剑的效果。盾下来之后呢，可以发射这种攻击的火焰。其实这个 BOSS 啊，打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冲刺攻击，但是精灵的冲刺攻击呢，攻击力稍弱呀。如果是使用战士，几次就可以把它冲死了。
当然了，冲的太频繁也不好。效率还成吧，他的血量呢不多了。再来一下，好的，打完。精灵打这个 BOSS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了，毕竟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对他形成伤害。给了一个盾，这个盾啊，我感觉我拿着还是有意义的，因为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可能呢要和他刚正面1、2次。最终 BOSS 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，那他的招式比较多，而且呢有一些招式使用的时候范围非常的大。这里给了好多分啊，就是为了防止玩家打到这儿呢还没有满级。好了，进了。这个场景里呢还隐藏着一个彩蛋啊，就是兔女郎，它会给玩家发放光属性的道具。在这里，邪恶的法师温诺姆复活了邪神。但是邪神啊，想要自己说了算，并没有要听从温诺姆的意思，所以说把温诺姆干掉了。哎，这个地方我被刮到了，我的盾啊，又招了一个魔法球，好，把它射倒，再倒，掌握好节奏。哎，他上宝箱了。那打这个 BOSS 最好的机会呢，就是他爬起来之后，剑突然回到手上那一刹那，然后咱们射他就可以了。所以说，虽然这个 BOSS 非常强力啊，但是无奈咱们不讲武德呀。好的，没了，这就完事儿了，通关。分数能上500万，因为最后还会再给几个箱子。这还有一个盾，这个盾啊是完好的，咱们捡这个吧。我手里这个被打了2下要碎了。兔女郎呢，随机在那么几个位置啊，我都过去走一圈就差不多。564万。好，小兔子出现了，这样捡起他给的光属性的武器呢，还能再加点分，加了9万。让公主也救出来了，在这儿可以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 ARPG 游戏《光明使者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